大家好，很开心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广论的时间了。大家这一周过得还好吗？我们要开始学了，准备好了吧？好，请大家把广论打开，第342页，第3行，先看原文。又于未成奢摩他前，虽以观慧观无我意，心即动摇，如风中烛。无我意种亦不明显。若成止后而善观察，则以灭除极动过失，方能明了无我意种。故比波舍那心不动分，是从无分别奢摩他生，达11分，非从止生。解释一下这一段的话，说在还没有修成奢摩他以前，即使呢以观察会观则无我的意涵，但是内心呢会极度的动摇，动摇到什么程度？就像风中的烛火一样。因此呢，无我的意供相也是不清晰呀，达无我的意供相也看不清楚。一旦修成了寂止之后，状况就不一样。那个时候再进行观则的话，由于已经灭除了极其动摇的这个过失，所以呢，无我的意供相就变得很清晰。这个时候就会显现的比之前呢更加清晰。因此呢，比波舍那心不动摇的那一分是从无分别的奢摩他出生的，但是呢，证得实性的那一分就不是从寂止出生的。证得实性的比波舍那之上呢，再说一遍，证得实性的比波舍那之上有2个部分，一是心不动摇，第2个证得实性，就证得空性。心不动摇那一分呢，是从奢摩他，但是呢，证得实性的那一分呢，就不是从奢摩他出生的。有听清楚吧？宗大师所造的这个止观释难中说过，说什么是动摇的过失呢？在自己想要的境上安住七心的这个时候，就说你想要在这安住的时候，心会不由自主的流动到所不想要的境界上。就动摇的过失中，假如说我想要安住在这里边，我想要安住在这里边，可是我的心一直在周围流散，不能专注在你想要专注的这个所缘上，这就是动摇的过失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宗大师又举了一个例子，我们呢可以往下看书，说譬如灯能照色之分，是从前住即火而生，非从遮风障幔等起。灯火不动坚固之分，则从障幔等生。说就像那个烛火呀，然后照亮周遭的事物的那一分，它是从哪儿出生的？是从灯芯与前一刻的烛火出生的。这怎么理解呢？就是因为火的本性，就是火的特色，它就是明亮，当然还有温暖热等等，但它是明亮的。因为火的本性是明亮的，就能够照亮其他的事物。所以呢，前一刻的火出生后一刻的火，因为它是一个序流，前一刻的火出生后一刻的火的明亮的这个体性。但是所有前一刻的火都会出生后一刻的明亮的体性吗？不是。但是最后要灭的前一刻的火是无法出生下一刻的火，但此处不是指最后要灭的，
所以这里边讨论说，烛火照亮周遭的事物的那一分是从灯芯与前一刻的烛火出生的，但是不是从哪出生？不是从防风的这个灯罩呀、什么布幔啊等出生的。但是烛火坚固不动的那一分是从哪出生的？是从灯罩出生的。好，我们接着再往下看，看原文。有找到行吧？若慧具足，心无沉调，不平等相，奢摩他之等引，以彼观之，当知真实之意。这段是说呢，如果内心没有沉调导致的不平稳，以具足这样的寂止等引的智慧进行观察的话，就能够了知真实。往下再看原文。故正摄法经密意说云：由心注定，乃能如实了知真实。修次出篇云：心动如水，无止为一，不能安住，非等引心，不能如实了知真意。故世尊一说，由心注定，乃能如实了知真实。这一段呢是说，基于这个用意，正摄法经中呢说，如果内心呢处于等引的话，也就是安住于定中，就能正确的如实的了知真实意。不只是经典中这样说，然后修次出编呢中也有这样说，说由于内心呢波动像水一样，那么如果像水一样是没有寂止的这个基础，它就没办法安住。以非等引之心呢，就是以没有定的这样的一个心，是无法正确的如实的了知真实意。没有入定的话，就是无法正确如实的注意了知真实意的。那么为什么没有入定就无法正确的了知真实意呢？是为什么？有想过吗？佛陀曾经说，要以等引才能正确如实的了知真实意。所以宗大师在《止观释难》中呢也有提到，说有人误解了佛在正摄法经中的所说的这句话，认为呢只要修习等引就能证达空性。那么宗大师的这句话的意思内涵是什么呢？是以等引的奢摩他令心安住于所缘之后，然后呢再以智慧观察实性的话，就能升起证达空性的智慧。这是呢要让我们知道，三摩地和智慧两者并不是像光明与黑暗一样，完全是反，是不相顺的。它们呢是极其相顺的。在四家合注里面，禹王大师也解释说，依靠着，注意，依靠着心不动摇的寂止，更进一步的以智慧呢去观察，才能如实的了知实相的内涵。并不是说圣观证的实相的那一分是内心等引的功效，也不是仅仅内心安住就能证的实相。有听清楚吧？我们接着呢再往下看原文广论，找到行了吧？又若呢成就奢摩他，非仅能遮正观无我性，会动摇过失，即修无常、业果、生死过患、慈悲、菩提心等，凡此一切妙观察慧所观察修，于所缘境散乱过失，亦皆能遣。各于所缘
无散乱故，所修众善，力竭极大。未得之前，多是散于期余所缘，故所修善竭悉微劣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是说如果修成了奢摩他，注意哦，如果修成了奢摩他，说不仅如理观则无我的智慧能够遮止动摇的果实，就说不仅仅是呢在观察空性的这个智慧上，我们能够非常厉害的就把它这个摇动的过失完全的去除掉了，就是可以准确清晰的观察空性。不仅仅是这样，修习无常业果轮回过患，还有慈心悲心菩提心等等，凡是以分别观察的智慧进行的观察修，这一切呢，注意，这一切也都能够遮止所缘散乱的这个过失。所以呢，能够去入各自的任何的所缘，而不会散漫到其他的地方。所以所修的众善呢，注意，所修的众善力竭极大，就是力气非常大，无论做任何的善行，力量都极其的强大。还没有获得寂智以前是什么样的？多半会散到其他所缘，所以这个心跳来跳去，跳来跳去。所以呢，一切行善的力量呢，都是非常微弱的。接下来宗大师呢，又引了入行论，我们可以往下看。说如入行论云：诸人心散乱，住烦恼齿中。又云：虽经常时修，念诵苦行等，心散乱所作，佛说无益力。那么在四家合述里边呢，巴叟尊者对这段入行论的文是有解释的。说入行论中说，由于沉掉等导致内心散乱的人，他身处于烦恼的牙缝之中，而烦恼的牙缝呢，就像凶恶的猛兽的牙缝一样，身处在烦恼的牙缝中的人，一定会迅速的被烦恼消灭，所以是非常危险的。然后入行论又说，即使长时间的，注意长时间的行持念诵陀罗尼咒，还有人现在比如说长时间的念观世音菩萨，念阿弥陀佛，然后甚至还有斋戒等等这些苦行，但是内心散乱到其他的地方来行持的话，明了真实义的佛陀对这种行为的评价是什么呢？说这有没有意义呢？说这是没有意义的，功德不太大。佛陀在哪里边有说呢？佛陀在经典中说，比丘们内心散于五欲的苦行以及念诵等，将会没有成果。佛陀说无法获得想要的成果。谁想要的成果？他说佛陀想要我们获得的成果，也是我们内心想要透过念诵啊、苦行啊、斋戒啊这些，我们想要得到的那个结果。如果散乱的话，即使多长时间的修行，其实都没有意义，因为不会得到我们想要的那个结果。这句话很重哦，也很重要。然后希望我们能够常常的串习佛陀说的话，然后记住这样的知见。谢谢大家。